习近平进入第3任的任期，他开始怀疑军中的忠诚。火箭军军委、政委、前司令全部被查后失联，火箭军指挥链瞬间断裂。这一场的清洗不只是打贪，而是一场唤醒。习近平要建立一个恐惧为粘着剂的体制，忠诚不再是信任的结果，而是恐惧的表现。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官场小道说》，我是洪耀南，让我来说。今天这一集，我们不谈富豪，也不谈明星，我们要讲的是这一场延续3年的军中清洗，一场从导弹开始，最后蔓延军委真空的全力手术。它表面上是一场反腐，但实际上是中共体制最深层的焦虑。在2022年8月，裴洛西访台，北京高调举行环台军演，火箭军主导发射飞弹。央视事后公布命中16处的目标，但台湾官方公布只侦测到11枚，那消失的5枚导弹成为体制的禁忌话题。有人说飞错了方向，有人说落在自家的领土。无论真相如何，它成为整数的起点。那之后，军方内部开始问责：导弹怎么会失联？是技术问题，还是忠诚问题？这一年，习近平准备进入第3任的任期，他开始怀疑军中的忠诚。2023年初，军委、纪检委与装备发展部展开联合的以导弹装备采购为名的启动全面审计。这个不是很单纯的查账，而是一场全力的测访。7月，多家外媒几乎同时放出消息，火箭军军委李玉超、政委徐锡胜、前司令周亚玲全部被查后失联，火箭军指挥链瞬间断裂。当月底，王厚斌，一位海军出身的将领，被空降接任的司令。政委同样由非火箭军系统外派，火箭军失去了本位，被外派接管。这就像一场外科医生用手术刀把军中最敏感的神经线整个切掉。火箭军只是开始，随后整个军工产业链遭波及，波及到航天科技、兵器工业、电子信息系统高层接连被查。2023年底，吴彦生、刘石泉、王小军、王长青这些名字几乎横跨中国所有的军工央企。那这一场的清洗不只是打贪，而是一场唤醒。火箭军的导弹被查，火箭军的供应商被查，接着被清洗。北京用一连串的连锁反应，重新划定了谁能够掌握国防资源。2024年，中央纪委宣布倒查火箭军采购案，查到2017年10月以后。那这条线绝对不是巧合，那是习近平第2任军委主席任期的起点。这个不是技术上的边界，而是政治上的止损。红线画在上任之后，意味着是什么？就是前任可以有问题，但核心绝对不能被牵连。张又侠因此暂时安全了，但他也明显整数之风已经贴近了咽喉。2024年底，军委政治部工作部主任苗华被捕，副主任何鸿金失联，军中政工体系的断裂，意味着思想线与人事线同时崩溃。这个是火箭军清洗以来最致命的一击。
没有政工，就没有中层教育；没有人事，就没有经济控制。整个军队就像失去一个指令的巨兽，但仍在进行，无人能掌握。今年年初，副主任何卫东消失在公众的视野，那传闻四起，是病重呢，还是被软禁？但一定是出事了。官方保持着沉默。此时的军委3大支柱间断，副主席失联，政治部主任被捕，装备系统闲缺，这就是军委真空，军中决策暂时的失焦，体制陷入悬浮的状态。接续，新疆书记马兴瑞被调离，引发外侧的猜测，这场风暴还在延烧。依照程序，军委副主席与委员应该由中央全代会来补任，但至今没有人敢提出异议。习近平只要点头，政治局就能代行全会的权责。虽然程序还在，但制衡已死；虽然形势依旧，但灵魂不在。中共的军队的制度稳定正在被个人的意志所取代。这一场清洗的核心，不是导弹，也不是贪腐，而是重新定义忠诚。火箭军被本位化，军工央企被拆解，军委3大系统同时瘫痪，外交与地方高层人士频繁更动。所有这些都指向同一件事情：习近平要建立一个恐惧为粘着剂的体制。忠诚不再是信任的结果，而是恐惧的表现。火箭军被清洗，已经不是异常事件，而是治理的常态。那在强人政治下，清洗成为自我维稳的手段。当所有的人都在清洗中寻求安全，体制本身反而更脆弱。这就是习近平的悖论：权力越集中，越需要清洗；越清洗，体制越不稳定。北京想把焦点放在“15规划”的经济复苏上，但真正的核心问题是，整个军委都成为真空了，那谁来保护习核心呢？又有谁能够让体制继续运转呢？火箭军的命运不是军种的悲剧，而是整个体制的镜像。当权力为了自保而不断的排除风险，真正揭露的正是权力本身就是最大的风险。我是洪耀南，中国官场小道说，我们下次见。